姓曹彦斌，曹彦斌。小玲，曹彦斌是吧？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九有主罪婚，是罪相违犯，定会经莲花，上审生用案。九有主罪婚，是罪相违犯，定会经莲花。 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夏玲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在家里，然后就收到了你的严明信，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你倒在巷子里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能想起来。 我是在千机黑茶里被振宇童子打了一掌，然后我醒来，是吴昕救我出来的。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是队友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我要回镇魂街去找芦花鼓楼。芦花鼓楼。 你看是不是这儿？芦花鼓楼，真有这地方？这是谁的笔记本？我的情况有点复杂，我得整理一下告诉你。我这3天过得也挺复杂的。 千机黑叉，草木，振宇童子，韩新街，唐无心。你爸爸是镇魂将。谁能想到，一个上班族，还有一个外卖员，能在这3天经历这些事情？啊，咱们真是苦命鸳鸯。患难兄弟，你爸爸是镇魂将，我妈妈也是镇魂将。 他们的遭遇都跟芦花鼓楼有关系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嗯。对了，你爸的遗物里面有降匣吗？什么是降匣？降匣就是镇魂将用来储存信息的一个匣子，要用独有的将军链才能打开。我想，你爸爸应该把芦花鼓楼的关键信息都留在了里面。 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将军链呢？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我爸的墓被盗的时候什么都没丢，就丢了一条项链。现在想起来，那肯定就是将军链了。没有将军链就打不开降匣，可是将军链丢的不明不白的，我们要去哪儿找啊？那倒不一定。将军链是镇魂将身份跟资格的象征。 向来异界冶炼，能盗走你爸爸将军链的人，一定跟韩新街有关系。去韩新街找，保准没问题。夏玲，你信任我吗？当然了。那你把这降匣给我，我去韩新街找将军链。
不行。因为我也要一起去。夏玲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能盗走你爸爸将军链的人，在寒仙界的地位一定非同小可。要夺回将军链，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的。曹彦兵，将匣是我爸爸的将匣，将军链也是我爸爸的将军链，而寒仙街更是我爸爸生前拼死守护的地方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自己去做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伙伴吗？如果换做我去冒险的话，你会安安心心在人界等我回来吗？我当然不会，但是没有什么但是，我知道，你觉得我现在在人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活、新的工作，不应该再卷入镇魂界的纷争里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根本不是我真真正正想要的生活。从我知道我是一名祭神人开始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该仅仅如此，它一定被注入了一种使命。而现在，我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一名镇魂将，还有一切谜团等着我去解开。我一定要去，我们一起，像以前一样。像以前一样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知道寒仙街的结界入口在哪儿。这个倒是不难。之前你跟我说过，你爸爸在县城的一个酒吧工作。像我们这种在人间有工作的镇魂将，结界的入口一般都会在工作地点附近。那我们就去那附近找找，准没错。明天一早出发。好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早点睡。早点睡，晚安。晚安。这一间旅馆只有这间最后一个房间了，我们将就一晚上没事吧？不会尴尬吧？不尴尬，我们是伙伴，不会尴尬。晚安。晚安。那个，幸好是标间啊，2张床，一人1张刚好。就算是一张床也没关系。啊？一张床可能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你就别挑了。我之前跟同学去旅行，我们5个一间房呢。谢谢你，夏莲。飞行双缸水冷发动机，300cc，30.6匹马力，珠光黑金属漆。你买的？你工作这么挣钱啊？还招人吗？你们公司？我租的。租的应该也不便宜吧？可是开心呀！像你这种财迷，总是省那1毛2毛的。你还记得第一次我撞你的时候，你收了我多少钱吗73块5毛。你看吧，你连5毛钱都记得。可是有时候花钱比省钱开心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
婚纱摄影，你确定这是你爸当年住的地方？肯定没错，估计是后来租出去了，改做这个。那看来韩信街的结界入口应该就在这里面。但是人家还在营业呢，我们怎么进去呢？那有什么？我们进去拍组照就行啦。拍照？这可是婚纱照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又不是来真的，我们总不能跟人家说要找结界入口吧？也是啊。那还扭捏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两位真是天生一对，郎才女貌。咱们店呢，拥有全县城最全的服饰风格，主打的是 ins 风、国潮风、童话风，还有古典宫廷风。不知道你们二位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？你们大胆说，我们店都能满足。而且咱们新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完全可以多选2套尝试尝试，对不对？那也行啊。哎，你帮我拿那2件，给她试一下。好，马上。哦，要那个灰色格子的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棕色条纹的。行，然后再……哎，太有眼光了，这2套特别好。哎，你们？我们俩喜欢2次元 cos 风，所以自己带了衣服。对，2次元最棒了。啊，换这么快？带路吧，拍照。啊，好。不知道二位 cos 的是哪部动漫啊？镇魂街。二位，要不咱们继续？来，来，好嘞，继续啊！来，两位预备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3、2、1 ，perfect！ 哇，相当完美！哇，刚刚这组照片可以说是我拍过的最棒的一组，等了一辈子就等这套，哇！这下真的，我太完美了，太棒了！果然就是这儿了。这里是……看来我运气不错，酒馆最适合用来打探消息了。虽然我的人界没剩几个钱，但是这灵地我倒剩了不少。走。老人家，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件事。您认识一个叫夏启峰的人吗？夏启峰，夏启峰，你们打听他干什么？您是不是认识他呀？我叫夏玲，我是他的女儿。女儿？你出去！滚出去！你是那个懦夫的女儿。这里不欢迎你，滚出海鲜街！还不快走！走吧，快走！走了，走啊！走吧，以后都别再回来了。别再出现了！走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那我就直说了。你父亲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个好父亲，但他不一定是个好的镇魂将。镇魂将从接管镇魂界的那一刻起，街上的邻人老小便都是我们的责任。遇到困难，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。所以，镇魂将无论如何都不该抛弃自己的街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你根本不了解我爸。我相信我爸不是那样的人。但是他气节就是不对。好，你是高贵的将门之子，我是懦夫之女，对吧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夏玲。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真的生气了，我要冷静一下。夏玲，哎，别跟着我。哈，这都还没聊多久呢，哥哥的叫什么？沈将军，我这听来听去，也没有听到你把夏将军弃机而逃的事情解释清楚。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？邻人们又是不是在造谣呢？曹元斌，事情还没了解清楚，你先别乱说。沈大哥，我爸爸已经在10年前去世了，但是最近他的墓被盗了，里面的将军链也丢了。我之所以来到这儿，就是要找到将军链，把事情调查清楚。这雪莲花出了名的花期短，难养活。你父亲离开韩新街之后，他沈元清能有这个闲心伺候这么娇气的花，还一伺候就是10年，种这么大一棵，开得这么茂盛，你用脚想都能想明白，他是临时从别处移植过来，用来骗你这个傻子的。你说谁傻呢？我看人家沈大哥挺好的，热情招待我们不说，还答应帮我们调查将军链的事儿。我看是你有点多疑吧？我要是不多疑，早就死了10回8回了。还帮我们调查，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。我看他就是心里有鬼。有你个大头鬼！这花就算是移植的又怎么样？说明人家沈大哥惦记着我爸，真心想让我开心。他要是真对你好，那为什么把我安排在那么远的客房里，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院子里？我看他就是心存不轨，然后故意把我支开，好对你下手。这是你父亲的卧室是吧？我要进去检查。不行，这以前是我爸的房间，现在是我的房间，不许你乱来。我要休息了。我晚安。还晚安是吧？不识好人心。你给我记住，你要欠我一次。曹元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醒醒，醒醒！你不会是觉得沈大哥要害我，所以就在这儿守着要保护我吧？你这个人脾气是不好，蛮横又不讲理，但还挺可爱的。谢了。好，那就一起，像从前一样。像从前一样。借来的情，热烈的记忆，无论是你心中自有真理，我从不相信。你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避让，
物归原主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沈元清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不是不让我杀吗？我把他拎隔壁街去了。隔壁街？为什么？这些年他一直想吞并人家，现在没有了守护元神，也是时候让人家跟他算算账了。至于他死不死，要看人家镇魂将愿不愿意饶过他。自己做的错事，自己承担，很合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们把降匣打开看看吧。嗯。这地图也太炫酷了吧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。看来这芦花鼓楼应该是在凌风街附近。凌风街那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街。要是我们认识像小说里写的那种，走遍镇魂街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像是包打听或者白晓生那种人就好了。走遍镇魂街？要是有那样的人，不就方便多了吗？你还别说，我们真认识一个。北洛。曹云念，你现在还在被通缉，这样大摇大摆走在路上行吗？哎，小姐，你在寒仙街的时候你不说，这事现在才来说。我之前一门心思的想我爸的事儿，就给忘了。不过说起来真挺奇怪的，你在寒仙街的时候没事儿，在这儿也没事儿。想知道呀？吃饱再说。又卖关子。你现在能说了吧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镇魂街要穿灵衣吗？这样的方便啊。那可不止。灵衣的最大作用是隐藏我们作为人类的气息，这样我们去了一条新的镇魂街，只要不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，就不会被当地的邻人认出。怪不得这些邻人见到我们都不是很惊讶的样子。哎，但是就算能隐藏气息，也隐藏不了你这张脸吧？贴着你的通缉令呢。你看看他，再看看我。怪不得你敢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我就说你们镇魂街落后吧，不放照片，放画像，这通缉了有什么用啊？哎，那你为什么要躲呢？其实你哪儿都可以去啊。有一个地方去不了，哪儿？罗刹街。镇魂街这么多，我哪个去的？唯独回不了罗刹街。哎，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。说。为什么我们也能吃灵界的东西啊？你来这镇魂街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为什么今天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哎呀，因为我想要多了解一些镇魂街的常识嘛。我说万一以后我回寒仙街，也想帮帮忙嘛。啊，今天本将军跟你科普科普。好。看这个，这看着是面，吃起来也很美味，但它进到我们肚子里的时候，转化成的只会是少量补充元神力的物质。我们日常损耗的元神力，吃这些多少能补点回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面是零脂零卡的。
怎么吃都不会胖。这角度请别指的，理论上讲也是这样。这也太好了吧！这就问完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为什么我看到每一条镇魂街，他们穿的衣服款式都不太一样，甚至看起来好像连年代都不一样？那当然，这镇魂街呢，跟人界一样，每条街都有各自的风土人情，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而每条街的风格多半受其镇魂将影响，有的镇魂将世代住在镇魂街，脱离人界已经好几百年了，自然会出现一些年代差异。好了，我也该干正事了。不是吧？你还要发言明信？我们路上分头已经发过很多次了，北洛又不回，我觉得应该找个人问问。他可能是因为什么错过了，再发一次，不回再说。北洛师门。什么呀？也太不经打了。你倒是好，还跟他们两个也上瘾了，跟这两个小混混耽误了这么长时间。难得看到这么蠢的吗？他们已经被北洛打过一顿，还不长教训，还敢来骗我们，活该遭挨顿。你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北洛的下落？肉眼可见嘛，那石黎明打人你是知道的，激动起来就想拎着人的胳膊甩，那胳膊铁定得断。啊，江湖中人，道上人士，闹半天你是专门耍我呢是吧？哎呀，这不也问出来了吗？走，雷公庙找北洛。哎呀，租吧，800不是也不贵吗？你看看它的款式，你看看它的样子，就算北洛坐进去，都年轻10岁不止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赚钱干嘛的？不就是要花吗？租吧。租什么呀？啊，北洛，你快管管他吧，他都已经疯了都。看什么呢？噔噔，这个是网红款，最近大家露营拍照都用它，我们也买吧，我也想发。发什么？小蓝书。小蓝书是什么？你连小蓝书都不知道，你真的太土了。夏子的职场穿搭。你一个失业人员哪来的什么职场啊？哎呀，我是前不久刚失业的好不好？只是暂时离开了职场，不妨碍我在网上维持人设啊。你这是在骗人！我怎么是在骗人了？我就是在分享我喜欢的穿搭啊，而且我 P 图找滤镜都花好几个小时呢。哦，是。你不修几个小时，都修不出这种改头换面的效果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头换面。1、2、3，好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。想删掉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把灯买了。哦。夏玲，你现在还学会讲条件了是吧？没错。你不要逼我。阎王炮，我躲。鸡要安魂，啊，全躲过，不像我。冥王破军印，躲。少侠好武功啊！绝招困龙活捉。别玩了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夏玲，你要的灯。你把这个灯买给我了，你果真比曹彦斌好多了。北洛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惯他吧？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找地方住店。被水中包围，需
你现在才开了半个小时，你就在这儿打瞌睡？那我陪你说话，一直说。谢谢你啊，好心人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喜欢实力强的，打起架来不拖后腿的。一窍不通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希望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要做什么，为此愿意对抗一切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你还挺合适的。哎，但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曹彦斌，怎么回事？还好系了安全带。周水浑身随向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上身神有案。茫茫风途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浑身随向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上身神有案。茫茫风途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浑身随向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上身神有案。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浑身随向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上身神有案。我都已经念了10遍安魂咒了，他怎么看着还是这么虚弱？他这样算是没事了吗？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，他要安全醒来才算没事。他这次比上次又反噬更严重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啊！你们俩怎么在这修房子呀？我快饿死了。他醒了，你怎么样？感觉难受吗？我除了现在饿的有点难受，我还有什么难受的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需要记得什么？我昨天在这儿打的狮吼王。没错，你昨天在这儿打的狮吼王，在战斗过程中，你又被身体那股力量反噬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。然后你就把这栋房子给炸了。不过没事，你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们到时候去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，踏风族的人不会真的怪你的。我怎么叫不正常？我被反噬不还是为了帮他们解决狮吼王吗？那是没错，但这房子也是你炸的呀。这样，你亲手把这儿修好，咱们去跟人道个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要道歉啊？昨天我救了踏风族，我救了林峰街，再不济也是功过相抵，让我去道歉算哪门子道理啊？他是属刺猬的，逮谁扎谁。夏小姐可算是理解我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赔个不是？你是属狗的，半斤8两。夏琳，你怎么说话？你说你到底是跟谁一边的？哎，行，先修到这儿吧，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回来接着修。走。我是很饿，没错，但是夏琳，你也要搞清楚到底跟谁是同伴。好了，你没有这斗嘴的时间呢，好好想一想怎么对付这个领路人，这才是正事。我提一个总方针，曹彦斌少说话。什么叫我少说话？你才该少说话。你少说话吧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要去哄那个少将军了。你是要人家当你领路人的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那就怪我，那狮吼王还是我打的呢。哦，狮吼王是你打的，那你去把少将军也打。那我要不是还在打人，我早就完了。既然这次试炼是你踏风族的传统项目，那我尊重。10年前的那批人能够通过，我们没理由不能。我参加。我也参加。北洛，夏玲，让你去跟颜如甫道歉，怎么样了？他的态度极其恶劣，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你说这个人他是吃什么枪药长大的吗？
怎么好说歹说都不听呢？我看你也没少吃。今天他约了我比试，等我们比试完，我再拉他聊聊。要不你故意输给他卖个人情吧？不可能，谁还不要面子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好可爱的兔。跑！怎么办？这样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怎么通过失恋？大家分头跑，大家分别说话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不管了，分头跑。裴洛，你3天不洗头，小心变成油腻中年男。这样下去，你不会再有朋友的。曹彦兵，你睡觉磨牙打呼噜，说了你也不听，听了你也没改，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等得到女朋友？曹彦兵说是你打呼噜啊！我没说过。说过了，我听他吐槽的。没说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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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说过。你看他说了，我听到了。厉害呀你！不是神功啊，也是厉害吧你啊！对。曹彦兵，你个白痴，你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你问我们，我们还要问你呢。你竟然敢骗我们！我们2个哪儿也不去，看着你抽。对，走不了就打。什么情况？失恋结束了？不是说通过失恋会有什么印记吗？我怎么没有啊？等等我，大家。怎么了？若甫，再给我挑一遍那次的剑法呗。好，你坐那儿。你说他是小颜若甫？对。姐姐好厉害呀！那什么情况？我们穿越了？姐姐好棒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他们应该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。行吧，看样子我们又是进了另一重幻境。另一重幻境？失恋不是结束了吗？不知道，先看看吧。这是哪儿？我们跟去看看吧。回事务，走。快走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关于凌风街过去的事儿？果然，最后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古籍，对吧？曹彦兵，跑那么远追过来干什么？我怕你不冷静，做出什么冲动的事。老妈现在在鼓楼生死未卜，连玲玉满嘴谎话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好，如果严玲玉在撒谎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赶快回去找线索，努力把严风家找出来。你在这里生气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夏玲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凌风街，这是人家的地盘。今天要不是严若甫，
我们可能到离开凌风街都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用点手段，逼他们说出实话。你干什么？这是北洛呀！放下石莲阎罗！我数3声，你给我让开！曹元兵，我劝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你炸了凌风街，就跟石火王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好好想想吧。走吧，曹彦兵，你要记住，强者之路从来没有朋友。你们都别打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主公有何吩咐？北洛，朋友之间有误会，还是谈谈的好。石烈明，他被魔形控制，已经不是曹彦兵了。我都说了，不要再打了。二位将军，请冷静一下。李学元，让开，以免误伤了你。不对，曹元兵没有被魔形控制。北洛，快住手！许褚，回来！石烈明，回来！李轩辕。谢谢你，夏玲。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啊，我挺舒服的。你呢？我什么我呀？我是说你。我昨天晚上找到你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晕倒了，而且浑身都冒着黑气，吓死我了。夏玲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我身体魔气嘛？你告诉过我的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你根本没有被魔形操控，正相反，你一直试图不被他控制。你怎么知道？很明显的好吧？你以为你撒的谎很高明吗？实际上超蠢。突然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确实非常蠢，可就这样的蠢话，却还有人信以为真。曹元兵，不是我要为北洛说话，但昨天的情况，确实看起来像是你把严天岳将军杀了。可事实却是，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跟严天岳模样很像的人，我便跟着他去了他的住处，本想跟他问问严风渣的事，
可我一进门他就开始攻击我，整个人狂躁的要命，双眼发蓝，出手那叫一个狠辣，拳脚生猛的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病人。你说他双眼发蓝？对啊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到灵凤街那天，巫术机关掉入陷阱，颜若甫为了应战，当众喝下赤玉，而他的眼睛，他眼睛也是蓝色。没错，他的眼睛就是发出淡淡的蓝色。照这样看来，颜将军的死就是跟赤玉有关。可是也不对呀，这么多人都喝下了赤玉，不也都没什么事吗？看来不是这个原因。可这件事情仔细想想，确实又透露着诡异。你不觉得这也太巧了吗？就偏偏我能在街上遇到严天月，就偏偏严天月墙角刚倒下，后脚严灵云就领着你们进来，卡点送餐的没那么准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不知道我们要从何查起啊？你不知道不要紧，严天月知道就行。死人往往最诚实。也是。你确定严天月的尸体在这个里面？哎呀，你刚刚不是听熊狼的士兵说了吗？灵鹫亭在将军府，是可是没错了。那个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北洛他……北洛，什么人？没听过，不认识。对对对，今天不认识，咱们改天好好认识一下。咱俩先把正事干了，一会儿看我的。你有办法？你要翻墙，我又不用。走了。就是这儿。没人。没人太好了，正好动手。我准备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验尸工具，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，起源录。镇魂街验尸跟人界不一样。祭神人的死，要么是遭受他人元神力所创，要么就是自身力量反噬。普通工具根本不管用，得用元神力探测，才能看出其中端倪。明白了，那你开始吧。可是这地方居然没人看守。没人看守说得通的，大家都以为你要找领路人，谁也不会想到凶手会来验尸，对吧？你们杀了我爹，还敢动他的尸首！今天我要你们给他赔罪！等，严天月是你爹？你是严凤扎，你果然没死。你们才死了！孬种，你懂什么？我要是把你打坏了，谁给我领路啊？呸！还想让我给你们领路？哎，等，你们两个小声一点，别把守卫招来了。好了，这里已经出了灵凤街的地界了，不用再躲躲藏藏的。凤扎你好，刚才在灵堂的时候太仓促了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夏灵，他叫曹彦斌。哎呀，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。人命关天，怎么可能是小误会？小玲，说，有剪刀吗？有，修眉专用，趁手。要的就是这趁手的。别！哎，别！哎，住手啊！我马上说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说吧，这飞莲跟赤玉有什么关系？飞莲又被关在哪儿？
我看他说的也不像假话，没必要带着一块儿。要是把他留在这儿，他很有可能是严凌玉通风报信，云浪最好。有异议吗？那走着，云峰山。来，小玲，小心啊！你干啥？我显而易见是在背你啊，这样不比你那乌龟爬可快多了。放下来，乐意龟爬。哼，那巧了，我也乐意背乌龟呢。逃犯曹彦斌为祸灵峰街，群英殿接到消息，除报安良，责无旁贷。肯定是严凌玉通风报信，大意了。小玲，你带风扎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不行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夏玲，风扎现在这个样子，必须马上见到飞廉。风扎要是有个3长2短，咱们就前功尽弃了，还白白搭上他的性命。可是之前我们3个人打李不成，一个都打不过，现在他们3个人怎么打得过呢？你放心。我曹彦斌不会输给同一个人2次。你就别逞强了。夏玲，队友之间要讲究配合。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守护元神呢。带风扎先走。那你千万小心。走，风扎。曹彦斌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们人呢？你把他们打败了？你是不是被模型控制了？曹彦兵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他放着那么强大的力量不要，他还敢骂我，已经被我哇的一口给吃掉了。还在这跟我演戏，你有没有被模型控制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还有担心的不够是吧？我这不是看到大战结束，缓和一下气氛，放松一下吗？放心吧，模型已经被我给按回去了，短时间之内不会再出来了。那就好。曹彦斌，你看，北洛他已经道歉了，还专门来救我们，你就消消气，原谅他吧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终于不用沉默是金了。对了，我怀疑严天玉已经死了，我亲眼见到严凌玉在祭拜他。我们赶快去找严风扎。走。飞廉果然被困在这儿。看来这所谓的灵药赤玉，实际上就是用飞廉的血制成的。这个严凌玉，表面上装好人，背地却用这种欺凌守护元神的方式获取力量跟财富。难怪那个假的严天玉，临死之前的症状，跟风扎所说的失控暴走是一模一样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灵峰街的事，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严凌玉是不是怎么选择都是错。如果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看老妈送给严凌玉的刀，上面有2行字：心坚劈磐石，心裂斩阎罗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人心够狠，天下无敌。要是按你说的那个意思，老妈就不会为了净化恶灵，改变镇魂街弱肉强食的现状，而冒险跑去鼓楼了。那倒是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要在愤怒和怨恨中守住本心。我在这里的这个“心”字，或许是类似的意思吧。照你说的意思，我倒是觉得严凌玉正在践行这8个字。
只是人和人的道不同，他把生存放在第一位，并且不顾一切，这也是镇魂街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可是难就难在，人不能只是活下来，这就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。要是你呢？你怎么选？你问我？嗯，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就算了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从小到大心里就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如何保护好罗刹街。按我的实力也做得到，不过这罗刹街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镇魂街的现状，未来，更是想都没想过。那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老妈当年对严灵玉说，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罗刹街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我也想不通，老妈出了千劫黑叉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不过现在看来，应该也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吧。看来在你简单的大脑里，永远不会有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。B？ 什么 B？ 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要是换做老妈，她会怎么做？那我也想想，如果是我爸爸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想都不用想，他肯定会说：“赶快回去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”有道理。那咱们都别再惦记爸妈了，毕竟这也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，归根结底，也得让我们自己拿主意才行。我是真的很想知道我爸爸去世的原因，他为什么会不辞而别，为什么会蹊跷去世，这些都是要进入鼓楼才可以知道的。你跟北洛更是，有非去不可的原因。不过，我真的很能理解，若弗不想让风渣冒险。也是，咱们该想的人也已经想过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，严风渣。对呀，你的想法，我和北洛的想法，若弗的想法，这些都没错，但这都不是风渣的想法。风渣才是领路人，他到底要不要去空神之森，是应该他自己决定。对了，夏玲，你还记不记得风渣白天在游乐场有一个想说但没说出口的愿望？我感觉他似乎是有自己的打算。走，我们去找北洛。干嘛？我们去找北洛，一起研究研究这个踏风族少年的思想感情和他的青春期心理。曹彦兵，你总算醒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跟你一起掉下来的，这里全都是雪，应该是雪王的地盘。雪王的地盘？那北洛跟风渣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没跟我们在一起吧。好冷啊！你肯定冷啊！你躺这儿半天了，赶快跟我走吧，我找到一个可以躲雪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怎么叫你都不起来，我就怕我们两个冻死在这儿，然后我就到处找，找到一个可以避风取暖的山洞。山洞？赶快走吧，一会儿风大就走不了了。行，走。走。你怎么了？实在走不动了，太冷了，腿都冻僵了。我也是，而且风雪太大，根本看不清路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许褚，
轮乃是我倾注了一身的力量所化，能够保持温度，在其燃尽之前，保证我们不被冻住。那你可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倘若主公死了，楚空留元神力又有何用？就让楚为主公开路。小玲，你说的山洞在哪儿啊？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到？我也不知道。之前走出来，很快就找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这么久了都没找到。那就肯定是雪翁的把戏。山灵，山灵，山灵，你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先走吧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呢？啊！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着，把你一个人丢这儿？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雪原，待久了可真是会冻死人的。你现在就保存好体力，少说话。我背你啊，来。殿威！殿威在！破风挡雪，为我开路！殿威领命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守护元神都被冻住了，我脚也没什么知觉了。你还是放弃吧，要不然你也会死的。爸，怎么可能在这里就说放弃呢？绝不能中途倒下。说不定山洞就在前面。曹彦斌，曹彦斌，你醒醒！曹彦斌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！曹彦斌，曹彦斌，曹彦斌。曹彦斌，曹彦斌，曹彦斌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山洞。哼，不过要谢谢你。陪我上演了一场绝地求生的戏码，我很尽兴。唉，不过太可惜了，看来这场游戏要结束了。为什么没有被冻僵？别小看人，我也是有元神力的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夏灵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不是真正的夏灵？很早，早在你对我说让我不要管你，一个人先走的时候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先走吧。当时我一听这话，我就觉得不对。
夏灵这人我太了解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大概率会喊李轩辕，或者对我说曹彦斌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行的之类的话。但他绝对不会说让我一个人先走，好好活着。所以，你骗人的时候最好也做做功课，不要对自己的演技太过自信。说，夏灵她到底在哪儿？原来你不惜牺牲守护元神，也要陪我上演这场戏，就是为了那个小姑娘。有趣，真是太有趣了。不过可惜有些晚了，从你来到这儿的那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会死在这儿。你莫非是？我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，雪国的王。而你，很快就要冻成冰块，和他一样。夏灵。醒醒！夏灵，你快醒醒，帮我！曹彦斌，你怎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我被魔星控制了，快用七暗魂铃啊！七暗魂铃！茫茫空中重重金刚闪，灵宝无月光，洞照延迟幡，九幽珠醉魂，深邃香云幡，定慧青莲花，上升神永安。茫茫空中重重金刚闪，灵宝无亮光，洞照延迟幡，九幽珠醉魂，深邃香云幡，定慧青莲花，上升神永安。九幽珠醉魂，深邃香云幡，定慧青莲花，上升神永安。又是七曜暗魂铃，曹彦斌，你真以为只要遏制住我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不妨再提醒你一句，要救出你母亲，除了血王，你还得打败剩下的三王，这可不是你一介人类的力量可以做到的。你早晚会跟我合作，绝不会让你得逞，绝不！曹彦斌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魔星会出现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哥这次变得非常反常，仿佛是打开了什么禁制，变得肆无忌惮起来。或许跟这栋鼓楼有关系。这里是越国，看着不像啊。曹彦斌怎么了？不好，这空气有毒。曹彦斌，给你，这是李轩辕给我的丹药，可以暂时遏制毒性，你快吃了。看来这肯定不是月宫了，这个血王果然想害我们。那怎么办？血王说过，只有4王才能打开通往结界的通路。咱们想要离开这儿，就得找到这里的王。还有北洛跟风战，如果他们比我们早到的话，没有李轩辕的丹药，还是很危险的。那咱们赶紧四处找找了，走。我怎么感觉这里死气越来越重？你看，那里有人。你们先冷静点，听他解释。他在中。那你们先听我解释一下行吗？消失了，怎么这么诡异？
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这笛声似乎在指引我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过去看看。 洞里和洞外完全是两副样子。曹云斌，上一轮的梦魇已经结束，新一轮的循环即将开始。而此轮梦魇结束之时，你们还有你们的朋友都将死去。这应该就是燕落渊了。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之前祥先生说过，梦魇之主应该就会出现在这儿，难道我们来晚了？那有路可以上去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就是他，梦魇之主。老妈。 我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还活着？这个梦就是他们的经历，梦魇之主就是他们其中之一。我也不清楚，要不咱们两个上去试探一下？可是我们不能暴露身份和名字。他们应该也认不出我们吧？ 走。曹云斌，我感觉我爸很奇怪。奇怪就对了。看来你爸就是梦魇之主。我爸？那我马上就稳住他。 我爸消失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梦的是断断续续的，他们肯定去了下一层梦境。下一层梦境？可是祥先生说过，如果这一层梦境结束，我们就会毒发身亡，怎么可能再进入下一层梦境啊？小燕，你先别着急，现在能唤醒你爸的也就只有你了。我怎么唤醒？他现在深陷黑暗死亡的情绪当中，你得帮他唤起生的希望。 你刚才说黑暗死亡的情绪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花谷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被推入悬崖，他会不会就是？一定就是。那儿发生的事情比这里要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赶在他被推下悬崖之前唤醒他，就有可能解除梦魇。哎呀，曹云斌，我们还活着。 当然了，那我爸，爸，北路，唐兵、夏玲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你呢？毒伤有没有解掉？已经解了。梦魇的事情我已经听花王跟我说了。这次多亏你们两个解开了梦魇，要不然莫名其妙死在梦里，那才叫冤枉。对了，夏玲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爸，他元神力折损，差点就没救了，还好花王出手相救，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他团聚了。真好。 北洛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爸爸，你也一定能救回水儿的。我们陪你一起打开棚来。好，唐兵，快！
夏灵，北洛。夏灵，7250。7250。 刚才说的这领域的终极秘密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就是这蓬莱吗？既然是终极秘密，又怎会如此无趣呢？曹元斌，风闸既然已经恢复了，那石头林里的人应该也都会恢复吧？ 恶灵，这些看起来都是高级恶灵，不好对付。大家小心！他出来了。不对，他被魔形控制了。曹元斌，曹元斌。 曹彦兵，曹彦兵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愚蠢的自我牺牲，破坏了我筹谋10年的计划？ 死无全尸！
将军们。 7个守护元神，这种不要命的做法竟能激活你体内潜藏的元神力，化出更多守护元神，保上你一命。好你个曹彦斌，果然有趣。好好活着，你我之间的故事从今天起正式开始。我们走。罢了，主人既允，不如继续追随强者。 如花鼓楼之行终于结束，夏灵随后在空神之森中找到了那片元皇花海，与父亲重逢。而北洛也会继续寻找愈合水儿元神碎片的方法。至于我，则会带着老妈的未竟之志，带着镇魂街的谜团与秘密，继续向前。 这个世界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。有人天生为王，有人落草为寇。但脚下的路，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，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，没人知道。你会走到哪儿，会碰到谁，也都不一定。而我选择的路，才刚刚开始。 总成一约。